黑社会黑吃黑是什么样的？那完全就是一切靠暴力解决问题。黑老大正操着一口日式英语大骂手下废物，他们手里的手枪、散弹枪、炸药被抢，现在都找不到是谁干的。突然就听一声巨响，滑板少年撞碎落地窗的玻璃，拎着棒球棍嚣张的闯入。没一会儿，废五楼的众人就将这里搅了个天翻地覆。出云拿着手机给鼻青脸肿的黑老大看，他们正在追查一个人，对方手里拿着的手枪就是出自黑老大这里。被吓得差点尿裤子的黑老大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听见门口传来一声巨响。废五楼的首领第三王权者周防尊带着女孩安娜走了进来。安娜跑上来，掏出红色的玻璃珠，仔细观察了一会儿黑老大，叹了口气，表示黑老大确实什么都不知道。一帮人只好拆了墙，扫兴而归。防卫警察将大楼团团围住。刚走到楼下，废五罗众人正撞上隶属于第四王权的 Scepter 4。周防尊一眼瞅见了楼下的对头 Scepter 4的市长第四王权者宗相李斯。尊哥从2楼一跃而下，恐怖的红色火焰从周身爆开，霎时间席卷了整栋大楼。随着圣域的展开，一把巨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浮在了城市半空。Scepter 4在市长的带领下拔刀迎战，青色与红色两股气流相互冲击。另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样高悬。伪中学院内名为伊佐纳社的少年小白，因为午饭只带了白米饭，所以正在和同学们到处讨要配菜。同班的局里观察小白有一段时间了，虽然小白看似人缘很好，和谁都能玩得来，但其实并没有什么朋友，而且还光吃肉不吃菜。局里端着一饭盒的青菜要给小白改善伙食，但小白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局里有些气馁，他总感觉那个人只要一不注意就会变成云消失。小白一路讨百家饭跑上天台，和跑出来的小白猫一起分享午饭后悠闲午睡。因为要筹备学院季，学校下午不用上课，局里拜托小白出门采购。一问之下才发现小白没有终端机，局里还担心小白过不了学校门口的安检，没想到人家直接顺了侧门钥匙。而小白刚一进城就被废五楼的众人给盯上了。滑板少年八田拎着棒球棍对着从烟花店出来的小白当头一棒，还好小白身手敏捷，不至于当场丧命。再次用终端机确认小白就是他要找的人后，八田追着小白满街乱窜。小白躲进车厢，却又被骑着摩托的连本追赶，两面夹击之下，小白慌不择路地跑进小巷。然而出云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了，手中的香烟向上一弹，烟头的火花瞬间化为流火飞弹，朝着小白重重砸下。突然间，一位黑衣长发的帅哥跃到小白面前，单手就用刀弹飞了出云的飞弹。紧接着他向后一伸手，无形的力量拽着八田的脑袋抛向高空。帅哥将小白搂进怀里，借助被拉伸的空间荡走了。居然连黑犬、夜刀神、狗狼都介入了进来。出云感觉到事情会越来越复杂，于是举起手机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计划。小黑将小白扔上天台，紧接着就拔出了刀。他可不是大发善心来救人的，作为前代七王权者三轮一言的蒙尘，他奉前主之命前来讨伐恶王。状况外的小白还一脸懵逼，就见室内所有电子屏幕以及手机同时播放起了一段录像，名为石树多多良的青年来到天台拍摄夜景，却遭到了自称第七王权者无色之王的枪杀。而镜头里癫狂的明显不正常的杀人凶手正是小白。你一觉醒来，突然发现自己杀人的视频火遍全网，自己还被一群人疯狂追杀要你偿命，你该怎么办？室内网络遭到挟持，小白狰狞的脸定格在大屏幕上，即便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但是小白无法否认视频里的人确实就是他。眼看小黑是真的想ฆ่了他，小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转身拔腿就跑。不过刚跑到一半就被小黑的不可见之手拎了起来。小白极力的想狡辩屏幕上的人真的不是他，而且就算他有罪也不该由小黑审判，一阵巴拉巴拉乱忽悠。然而小黑意志坚定，根本不为所动。见小黑油盐不进，小白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，于是希望小黑能成全他最后的遗愿，给他的妹妹写封遗书。他不希望相依为命的妹妹知道自己的哥哥是杀人凶手。紧接着就是一通卖惨，什么他的妹妹重病在床，连个朋友都没有，如果他死了，他妹妹一定会很伤心的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单纯的狗哥哪见过这场面，被一通忽悠绕进了坑里。小白将自己写的遗书交给了小黑，希望他能帮忙转交给妹妹。趁着小黑看信的功夫，掏出闪光弹光速跑路。信上哪是什么遗书，而是小白随手的涂鸦。被人卖惨耍了一通，愤怒的小黑风中凌乱，一脚踹烂大门，气冲冲的追人去了。然而他前脚刚走，趴在门口的人偶就动了起来。小白和猫猫从玩偶里钻了出来，好一招声东击西，果然脑子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围堵计划被小黑搅乱，废五罗也并没有放弃追捕，他们直接发布悬赏令，提供可靠消息者悬赏金额高达1000万。同时安娜也动用自己的力量锁定了一处区域。出云通知巴连和连本前去寻找，并特地嘱咐不要和小黑起冲突。废五罗聪明的动用了群众的力量，小白也更聪明的伪装成了玩偶。嫌疑犯没找到，小黑倒是先和八田碰上了。小白见此两句挑拨，成功让八田将小黑认成了他的同伴。气上头的八田滑板起火，拎起棒球棒冲向路灯上的小黑，不可见之手掀起地板将他淹没。八田趁势一跃而起，然而人还没碰就被小黑一脚踹了下去。
去，巨大的广告牌紧跟着砸下。等到八田甩开广告牌，只看到了小黑跃走的背影，而利用小黑和八田鹬蚌相争的渔翁小白早就趁机逃回了宿舍，莫名其妙变成了杀人凶手，又莫名其妙的被追杀。小白这一天过得身心俱疲，突然听到身后有说话声，小白扭头一看，彻底懵了，他的床上居然睡着一个裸女。纯情少年哪见过这场面，当场惨叫着滚下床，搞得自己才像是被占便宜的那位。然而他打死都没想到，裸女居然就是他的猫。放学的时候，小黑总算是顺着小白身上扒下来的校服扣子找到了伪中学院，见门禁森严，就打算强突。而恰巧此时小白的同学局里路过，一听小黑找小白，乐于助人的三好学生局里当场决定带着小黑去宿舍找人。而此时的小白还沉浸在自家猫变人的懵逼中，一个不穿衣服的局势美女躺在床上，然后告诉你她是你养的猫，你会是什么反应？小白的第一反应抄起外套一个猫套上，女孩子怎么能不穿衣服满地乱跑？猫女觉得太拘束不肯穿，在屋子里跳来跳去。小白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叫他，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仇人上门了！小黑放下包，借助能力跃上楼，拔出刀就要把小骗子物理超度。小白这下避无可避，猫女挺身拦在两人中间，不穿衣服实在不堪入目，连局里带路都要鞠躬道谢的好孩子小哥赶紧扭头非礼勿视。猫女趁机拽着小白跑了出去。猫女不仅能变成人，还能扭曲空间，一溜烟就裸奔出去很远。小黑刚跑出门准备追人，空间又是一阵扭曲，一只巨大的猫猫对着他就是一拳。小黑灵活躲开喵喵拳，打了两下之后，却见猫猫咧嘴一笑，原地消失。原来不过是个幻象。几人在学校里你追我赶，小白追猫，小黑追小白。幸好别人看不见猫女，不然不穿衣服裸奔的美少女属实有点吓人。小白追着猫女很快跑进了死胡同，猫女故技重施，在小黑面前竖起猫猫高墙。已经上过一次当的小黑坚信不过是幻术，然后一头扎进了幻象之后真正的强烈。两人一猫在学校里鸡飞狗跳的你追我赶整整一天，又累又饿的爬回了小白的宿舍。几人决定暂时休战填饱肚子，死也要当饿死鬼。但是小白根本不会做饭，一人一猫急得在厨房抓耳挠腮。小黑一眼瞅见他落在楼下的局里送上来的箱子，只见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的都是厨房用品。小黑叹了口气，挽起袖子当了人妻。让我们把时间倒回赤之王和青之王相遇之时，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半空，双方放了一波狠。周防尊束手就擒，老老实实被宗相李斯铐进了监狱。监狱里睡得正熟的赤之王抓起对方的脑袋，哐一声撞上墙，强制清醒。市长很担心尊哥，他的威斯曼偏差值已经濒临极限，一旦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，加剧都陨坑的悲剧就会重演。如果他再不停止从德累斯顿石板上汲取能量，自己就只能动手杀了他。市长给了尊哥两个提案，一是立马辞掉王位，一是囚禁他一辈子。尊哥丝毫不处，反过来挑衅市长，要想一直关着他，除非由身为青之王的市长24小时不间断贴身看管。市长说自己很忙，没空搭理他，然后转头回办公室拼拼图玩。关于尊哥的处置暂且不提。塞普特斯这边也在调查石树多多良的遇害案，小白用来杀害多多良的手枪出自一辆满载爆炸物和武器的走私货车，而这辆货车到现在仍旧下落不明。市长下令以皇室蓝级发布特级搜查令，他要知道案子前后发生的一切。因为费武罗散播的杀人视频，搞得塞普特斯这边加班加点给他们擦屁股。好在后续处理已经完成，成功让大部分网民认为那是业余人士制作的恶作剧短片，凶手的正式身份至今还没查到。而负责案子的福建员古比此时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。